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第966题，所谓的 for spell checker。它是被 LeetCode 标示为 medium 中等难度的问题。其实来讲，它还是有相当的一个难度啊。也不太可能，写出一个很简短的解啊。虽然题目是这样的，然后就是给一个 word list，请你去实做一个spell checker 啊，然后将所谓的query word 把它转换成为正确的字啊。所以它有一些条件了啊，我们看一下，针对一个给定的 query word 那 spell checker 呢，它会怎么处理它的一个所谓的 spelling mistake 它的那个拼字上的错误呢？第一个当然是，如果是说你这个 query 它已经是在所谓你的 word list，就已经吻合的话那这里强调就是所谓 case insensitive 大小写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它就请你去返回它应该所对应正确的在 word list 里面，它这边就给了三个例子比方说你的 word list 这个是 yellow 这是小写的你 query 的话，这边的 Y 是大写 ，O 是大写，但是你经过这样的所谓的 spell checker 之后，你当然是会找到这个那另外一个情况第二个例子是说，当你这个 Y 开头 Y 是大写，那你的 query 是yellow 都是小写，那它当然是还是会返回开头是大写的那个字。第三个例子是 word list 是小写，那 query 也是小写，那当然更没问题那这是它的第一种可能。那我们再看其他的可能，当然就是你的母音上的错误vowel errors。那我们知道那母音呢是 A E I O U 嘛，然后这个 query 它所有的，你看它是对应到你的 word list， 然后这边当然也是不管大小写，那你所谓的 query word， 它必须是 with the same case match in the word list， 它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母音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你要找到可能相对应在 word list 上的一个字比方说它这边也是给了三个例子那这边我们比方说这是 yellow， 因为它这边已经是 case insensitive所以在那假设它这里的 query 它有一个字母拼错了，第二个字母它打成 O。所以它还是能够返回但是它返回去，你必须大小写还是要跟它原先是一致的，跟 word list 上面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呢，它中间第二跟第三打了两个一，但是呢，你这样怎么对也对不上去所以这个是 no match 所以返回。传回去当然就是一个空字串。第三个例子，它的母音都不见了，所以也不行所以是返回空字串的检验的一个过程，你就必须要照这样的一个演算步骤它的 procedure。好，第一个就是完全吻合所以当然就是大小写要跟它完全一致第二个。你可以将这些字呢都将它大写或小写化的无所谓，那反正你就是 return 第一个跟它 match 的在 word list 里面的那个字。
第三个步骤第三个优先顺序才是考虑follow errors 就是母音错误的，然后你就返回第一个找到了吻合的一个字。那如果都没有，当然就是你返回的是 empty。给某一个 queries return the list answer。那 answer I 呢，就是你要 answer I 代表它要返回针对 query 在 queries I 的一个答案啊。好，那我们看它的一些例子。然后，那我们看到那个 list 有这些字query 它里面蛮长的。那我们很快的看第一个当然是你可以找到完全吻合的，没有问题。第二个它有部分吻合，但是这是第一个的第一个碰到的。再来这个也是找到这一个。再是 HA， 原则上也是有完全吻合的。再来是完全大写，它就没有完全吻合，它就会找到第一个它的 insensitive 就大小写不管的话，它当然是全部都小写。后面这两个因为中间两个都是母音当然是没有。然后这边又有拼写错误的所以这部分就拼写错误的两个母音拼写错误的，所以找到的第一个所以是这个这边有两个母音，这个也不行。然后最后这个又是有拼写错误的，然后又只是找到在这里第一个所以这个它第一个例子蛮有意思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蛮简单的，因为它没有完全吻合嘛，但是你全部不管它大小写，它就是 yellow 所以小写 yellow 好，那我们解这种问题当然有不同的一个解法我们在这边主要我们要呈现就是说，除了你用所谓 hash map 之外，我们其实可以用所谓的tree， 所谓的 try 一般来讲就是所谓的perfect tree 所谓的 try 然后 perfect tree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比较进阶资料结构，将字串呢存放在这样的一个数里面。比方说这里有好几个字，比方说这里是 dog dot， 然后这边有 dig dick， 这边有 dice dice 所以这里其实你就可以存放了好几个字。那我们接着看我们大概是怎么实作的实作情形呢，我们大概是这样考虑的。第一个，我们当然是先建立一个所谓的struct所谓的 try not 它的一个基本的节点因为它有大小写而且当中如果是所谓的你要母音拼错，我们可能还用一个特殊字元来代表那母音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就取了58个所以它 links 的部分，你小字一减掉大 A 再加1就是58，然后中间我们再找一个，比方说是 underscore 它是介于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去当成是母音它拼写错误的部分。另外我们还有在这边的话，我们定一个成员叫 ID 它指的是说它所对应到的那个字串。那我们字串呢是用一个global array 去存放我们基本上就叫做大写的word 这样的一个 array。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些global variables 这个当然在
因为你是刷题嘛，我们尽量让速度能够快一点。好，那我们先看我们的 n， 大写的 n， 那这跟它的 constraint 有关嘛，它那个每个字的长度最长是7嘛，它总共是最多5000个 word list 里面的一个个数啊，所以当然这边是35000。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因为有3个 try 啊，3个 try， 为什么会有3个 perfect？ 为什么会有3个 try 呢？第一个当然是考虑完全拼写正确的，第二个当然是考虑所谓的大小写当中可能错误，在第3个再考虑母音错误的啊，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 pool 啊，然后我们这边会有0、1、2啊，然后当然针对所代表呢正确拼写的字，我们会用 word 啊这样的一个 array， 这个也是用2D 的 array 去存放。另外呢，我们有2个 counter， PTR 指的是针对try 的 counter。另外呢，我们会针对这个 word 里面另外一个 counter WID 它因为有3个物件，所以我们针对每个物件都有一个 counter。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它在实作上我们大概是怎么去做呢？我们在实作的一个情况我们当然会有一个 constructor 另外就是 insert 那 the search 那基本上跟一般普通的像是你要解这种 prefix tree 这样 try 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差异很多啦，但是我们这边就是用所谓的自己定义的 allocator定义的所谓的一个 pool 这样的来讲，它的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每次再给它配置空间，我们一次就把它搞定。所以我们在这个主要的 method 这个 spell checker 里面，我们会先宣告3个 try 物件这个大写 W 然后 W low WDEV 这3个分别代表这是完整对应的原先的字，在这边就全部把它转换成小写这边呢把母音的部分把它转换成为所谓的鬼牌万用字元或者怎么样的。那我们的整个进行步骤就是根据我们刚刚所讲的题目所要求那样的步骤。好，那我们看我们实际的 try 这个 place 大概是怎么去写的。基本上我们当然会有我们的一些基本上我们的一些方法那当然我们这边有个 IDX 这边当然就是0、1、2嘛，因为我们有3个 try 嘛那我们的 new not 我们是透过这样的 pool 然后这边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就一次我们把它配置完然后一开始当然它的 link 一开始都是把它为0，然后它的 not ID 先设为-1我们将这个 not 慢慢return回去。我们看一下它的其他的成员它会有一个叫 root 的一个成员，那它也会有一个建构员constructor。那我们当然就是你要看它的 IDX 0、1、2，看它是哪一颗 try。那我们不要忘记这边要先归0这2个 counter 一定要先归0。然后我们的 root 当然是建立一个 new not 这样的方式。那另外就是我们有 insert 跟 search， 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是怎么做的，很快的看一下。好，我们的 insert 因为你会有考虑你要对应回去的正确的字，
所以呢，我们在后面在这个部分呢，如果你第一次找到的话，我们当然是把这个 word 0啊，代表你正确对应回去的字。然后中间这里呢，我们的那的一开始是从 root 开始啊，透过回圈我们整个 word 里面的字元啊，那这边的 C 字元减掉大写的 A 跟这个字元为 I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 link 如果是空的话，我们就建立新的节点，然后那的等于那的 link 在 I 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将这个 try 把它建出来了。最后呢，我们那个字已经有了，那你要看它所对应到的 ID 的值如果它是第一次就是说第一次发现你在建的 insert， 你有可能相同的字 insert 好几次嘛。好，那所以如果第一次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将它的 ID 设为它的 WID 在 index 你在这边哪里加1，所以我们就另外一个针对 word 的 counter 我们就加1，然后再将这个那个 global variable 大写 word IDX 在这里面的那的 ID 的值设为刚刚讲过设为我们这里要对应的值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对应的一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search的部分。search的部分呢，其实就是跟一般的 try 的一个写法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只是我们在后面这边对应，当然如果说你的 ID 如果是负1就是空嘛，这没有问题。如果不是负1的，代表你要在这个 word IDX 里面去找到相对应的字串。好，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好，另外我们附带说明的就是说我们在实作上，当然因为我们是采用 C++ 去做。所以你要转换小写，我们定义的一个函数，所谓 to load 那另外我们要把它转换，就是母音错误的情况，我们如果这边侦测到它是母音的话，你就把它 C 就把它那个字元就换成 underscore 那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是先用在 compile time 里面，我们就去执行这样的 file mask 那因为相同这个方法我们用了很多次基本上这个算出来值其实16应该是16进位的208222那你直接用这个值去带到这里也可以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些要知道的。好，然后我们就进入到 LeetCode 的页面。好，我们进入 LeetCode966题的页面所以这边我们大概简单的看一下我们刚刚所讲的所以这个前面当然是定义 try not 这边的一些一些全域变数，然后整个 class try 的部分。那在我们的 solution 里面的 class， 我们当然也是如同刚刚所讲的我们其实主要的步骤是在spell checker 里面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当然是先建立这3个物件，那我们当然就用一个回圈分别它的原始大小写完全的字，然后把它全部小写化，然后将它的母音全部变成 underscore 建立这3个try object， 然后再来我们query 一次的整个跑一遍如果我们第一个按照它步骤，你先看它大小写完全一致那这边如果它找到了，其实你什么也都不用做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 case，它大小写，如果是错误的话，我们看它找到了 Q 啊，其实如果你找到 Q 它不是空字串，我们当然后面的也不用做了，然后再来最后才是考虑它母音是否错误，如果可以找到，你当然就 Q 就换为你找到的 Q 啊，如果没有的话，当然就是空字串啊，最后当然就是我们的答案啊，我们就不用额外的，这边我们就不另外用额外的一个记忆体，好，那我们让它直接submit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这个大概跑23毫秒啊，打败100%的C++ 使用者。